哎，结婚10年了，我终于带我的家人们来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圣地，他们心中的耶路撒冷，中国义乌。This is crazy。没有想到这次在义乌，我们解开了一个家族恩怨的谜团，更没有想到温蒂在义乌损失惨重。温蒂跟我说想去义乌已经很多年了，落地义乌直奔小商品批发市场，买了25个拉布布，23个对眼，但是温蒂不在乎，他相信拉布布也是对事不对人。张家铁带着奶奶送的拉布布去幼儿园，回来孩子都多心了，咋跟人家那不一样？你这歌怎么感觉不愧是玲玲呀？不愧是玲玲。不光是拉布布，看啥玩意儿都兴奋。但是很快，温蒂遭遇了一个晴天霹雳，就是他在义乌发现了一个碗，这个碗很熟悉。当初温蒂第一次来中国，在加拿大走遍了各个商场，给我妈精心挑选了一个礼物。那个碗和这个碗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甚至还没有这个大。温蒂当时在加拿大花了100刀背到了中国，而在义乌这个碗的故乡，他28批发进屋再谈。温蒂崩了，那一瞬间他明白了，我妈为啥第一次见温蒂收温蒂礼物的时候就不开心。温蒂和我妈多年的恩怨在这一瞬间都明了。温蒂还跟我说，我对不起你的母亲，如果当初她第一次来加拿大见我，送我的见面礼4刀了，我不会做到你母亲那么体面，我会骂她的。说实话，我说我妈也骂了，说实话，我就是没给你翻译，观众都知道，生面佛面孩子面，我就不给你弄。My mother really liked it. Really liked it. 但是温蒂就是温蒂，愧疚的情绪在心中存在了10分钟，马上就琢磨别的了。他说这个碗在义乌28块钱这个事儿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加拿大人可不知。我多买点碗回去我也卖，就在我上当的礼品店旁边，他卖100，我卖80。什么叫贸易战？温蒂当天买了很多碗，都是当时在加拿大看到过的比较贵的那种款式，小心翼翼的背着。除了义乌批发市场的时候下瓢泼大雨，非得让我给酒店打电话说这个外宾身上有文物，不能让雨浇到一丁点儿。义乌的酒店也表示了对文物的重视。没有想到事情的走向，哎，他不在意料之内。除了碗呢，他还买了好几个小灯，但这种灯对眼不好，咱家都是用的公牛大陆灯，采用紫光芯片，削减有害蓝光，补充营养紫光，还有红光模式，护眼又养眼。孩子学习我都开它，不揉眼更舒适。没想到啊，人家温蒂这次没翻车，马上就准备带着这些碗就回加拿大了，结果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，碗都保住了，钱包丢了。现在想想，应该是那个雨夜，光想着保护文物了，钱好像是落那车上了。现在问题来了，明天我们就要去铁岭看我妈了。本来温蒂想好了，关于碗这个事件，他得好好弥补一下，要买个贵的礼物跟我妈正式和解。现在的情况呢，是时隔多年，温蒂再见我妈，1分钱没有，能送给我母亲的还是碗。净扯那个一个人，净扯那个一个人。对了，你瞅整的这个大的，那去修钱去了。我爸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不实信息，一些短视频，说人类要面临灭顶之灾，世界要发生一些大事儿，然后告诉他今天下班你必须去 ATM 把你的工资卡里所有现金都取出来。他也不知道咋回事，根本没听明白，就是以为我爸摊上什么大事要急用钱，要借他老丈人，把工资卡里所有钱都取出来。我爸说所有钱都取出来，然后这些取出来，你看我他全取出来了。都700呀，都700呀！我爸呀，最近刷到了一些没有依据的夸张叙事的短视频，说世界要有大灾大难，要赶紧做出未雨绸缪的准备。然后我爸买了很多那种军用的压缩饼干、方便面等等物资，然后自己还取出来一堆现金藏小匣里了，还告诉大胖媳妇今天下班一定要把自己工资卡里的现金都取出来。大胖媳妇根本没明白咋回事，我爸让他把所有资产转移出来，他就转移出来了。回来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我跟你说实话，最近你爸不太正常，买干粮、取钱、整理重要证件。他虽然不跟我明说，但是我也不傻。综上所述，谁还猜不出来他这是犯了什么事儿了，要逃逸。今天还跟我说让我把钱都取出来买金条，我这都取出来了，我油条都买不了几根，还买金条。但是你说老丈人张嘴了，我也得借呀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你趁早你得跟他唠唠。你看他这些准备，那可是要跑挺远呢。你告诉他，准备的再充分，那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的建议还是自首。我就把误会跟他解释了一下，他说啊，他不逃逸啊，那储藏间的东西都是他买了避难用的，那有些东西很不合理呀。你看这排蜡烛是世界末日的时候给早打写作业用的吗？这倒还好。你看这几本明显给张大铁准备的英语练习册，这个怎么解释？外边惊涛骇浪，地动山摇，那不正是张大铁学英语的好时候吗？平时还静不下来心，
心。我俩呀，就是一晚上搁那劝我爸，大胖姐说：“爸呀，你不能听那些短视频博主说啥就是啥，那短视频张口就来，那张彩玲天天在视频里还说我傻了吧唧，那你认识我本人，那你知道他说那玩意儿。”我爸说：“有错吗？不就是你们，不就是你们。”我俩最终把我爸说明白了，但是俩孩子都听着关于世界末日的讨论了，早打就过来问我。那妈妈，如果世界末日真来了，你会带着什么逃亡？我说那必须带着你俩呀！你爸要是1个月之内没把妈吃了，我还得带着护舒宝第3代液体卫生巾。从第1代升级到现在，他一直最懂女性，全新升级，完善细节需求，给女性无感般的细致保护，一吸到底，隔离细菌，更好维护女性健康，创新体感都在细节。但是面对世界末日，俺家这个载奥达和张大铁还是有截然相反的态度。拿铁，我觉得世界末日就是外星人来了。拿铁，如果外星人来了，你怎么办？只跟他上个打呀！外星人听不懂你说中文，那不怪我的，怪我的。载奥达把这个事儿啊很当真，睡觉之前非得拉着张大铁对着窗外许愿。我希望如果世界末日来了，我可以跟爸爸妈妈在一起，还有姥爷和姥姥，还有爷爷和奶奶，还有两个哥哥都来呀。我来着我。然后他俩就睡觉了。1个小时之后，人张大铁自己又跑出来了，重新许了一个。如果世界末日来了，外星人就可以给我们在一个高度，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。你别跟我俩分一口哎，我这不是上个月从伦敦一个人顶着肚子飞回来了吗？很多人都在问我是不是回国生孩子来了。跟你说实话啊，我回来的最直接原因是参加一个节目，这个节目呢叫《奇葩说》，最近正在录制，所以我最近更新速度才这么臭不要脸嘛，希望大家谅解啊。但是我现在确实在考虑我肚子里这货究竟在哪儿泄的问题。今天跟你们唠唠啊，你们说我在哪儿生？我嫂子前2天在沈阳刚刚诞下一子，我现在也是孤顾人心啥的。我跟她在国内受到的这个生孩子这个服务环境、医疗水平一比哈，我再回想我当初在英国，那都不算生孩子，那就是甩个子吧，就是。我当时就提着自己这一兜东西嘛，像去搓澡似的，坐着伦敦地铁慢悠的就上圣托马斯医院了。完，因为我这血糖值呢高出标准值0.1，就一定要当做妊娠糖尿病来催产。那催也行，关键是药给你下完了之后呢，说这个生产室没有床，让你在待产室等着，等也行。关键是整个待产这个过程就让你感觉非常的不严肃，你知道不？比如说之前不说好的，像我这种非高龄产妇可以尝试水中生产吗？我还挺期待的。结果马上生了，告我不能，就还得汗生。原因是啥呢？第一个护士给的说法是因为我血糖高，第二个护士说是因为医院缺浴盆，完该进生产室了不让你进，水生没盆，是汗生没床。完事儿给出的理由是你赶上了生产旺季。最后反正好不容易是进了，一个护士把我交给了一个看起来极端紧张的非裔女子手中，说这个第1天上班的产婆啊，就是你今天的产婆，她的名字叫 Hope， 就是希望。这个希望呢，我现在回想啊，我小时候我哪家院门口有个女的，就天天坐井盖上，大浓妆，有人叫她霹雳红唇，有人叫她沼气游魂。她就说我就是7岁到79之间呢有个大坎儿。你现在想不就希望吗？对上了。所以我曾经给我这大坎儿起过一个外号叫金锁嘛，就是莫名其妙的烦他。但今天咱就叫他原名，就希望嘛。希望是个大学霸，带着本震厚大教科书来的，往我病床旁边那小桌一撂，咵嚓一撂，哎，我骗你不是人啊，掏出本大笔记就开记。半夜0点20分，孕妇彩铃章有一句大号被产婆希望阻止。产婆希望认为，产妇彩铃章因疼痛产生了错觉，混淆了拉屎与生子的区别。据产婆希望观察，产妇彩铃章已经逐渐焦躁易怒，陪产人被称大胖媳妇儿，已被猛掐大腿根部6次，目测有内伤。产婆希望建议，如医院能安排出一个浴盆，大胖媳妇儿可安排浴盆冰敷。本次记录完毕。这之后又发生了老多事儿了，以后有空我慢慢给你唠。反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拆床，就是这个希望哈发现了我太矮，完他够不着我，他就跟我老公说这床是3节可拆卸。我老公一看他这个趋势，就赶紧抱紧了我。果不其然，这希望确实是把3节的中间1节给卸下去了，但是第3节不会安了。这1节的产床也是真绝版，彩铃的身材也真是短。我就在这仅剩1节的产床上当啷这个腿把翟奥达给生完了。翟奥达也是命大，好像没掉地上。完事他又去记笔记去了。当时我就用微弱又绝望的汉语问我老公，我说老公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咱们摊上的这个希望是不是有点傻？我老公当时就一直在回忆我爸老说的这么一种动物，
完，他终于想起来了。那一刻，他用他极为可怜的汉语储备量，却精准的回答了我：“大傻狍子，大傻狍子，装个车，真的。”所以我现在一想到希望，我就感觉自己架在一个只剩一截的产床上，当了这个腿，在绝望的甩子。但问题呢，就现在整个的情况如此特殊，我要在这生呢，就我大胖媳妇够呛能回来。其实我也没有那么需要的。我觉得如果一定要选择得到他或者避开希望，我更在意避开希望。但是他受不了，就他这事儿他很抓狂，咋整呢？你说？